嗨，大家好，我是冒險豬。今天這一集呢，將要帶着大家坐着叮叮車到舊金山的漁人碼頭來玩嘍。漁人碼頭就是去惡魔島看海獅，吃3種麵包蛤蜊濃湯，還有到 Ghirardelli Square 吃巧克力冰淇淋呢。漁人碼頭可以去的地方可遠遠不止這些哦。漁人碼頭這裡可是有了舊金山海事國家歷史公園，還有停靠着2戰末期制造的運輸艦歐布萊恩號。歐布萊恩號的蒸汽引擎可是曾經在鐵達尼號電影裡面出現過，還可以一探船員們的生活空間。另外呢，還有非常有趣的機械博物館，可以看到18、19世紀的遊戲機台。最後呢，還要帶大家去看就在漁人碼頭旁邊的知名倫巴底街。今天的影片除了惡魔島，我們將要用另外一集來做專門的介紹外呢，以上提到的漁人碼頭景點都會介紹給大家認識。那就趕快跟着冒險豬出發吧。那我們將從叮叮車的起始點 Union Square 這邊來出發。叮叮車呢，一共有3條線 Powell Heights、Powell Mason、California Street。那其中的 Powell Heights 與 Powell Mason 這2條線的起始點之一呢，同樣都是在 Union Square 這裡。因此這邊也可以看到叮叮車轉車頭，這裡呢也常常都是擠滿了觀光客。那現在我們即將乘坐 Powell Heights 是最熱門的路線，因為它的起點跟終點呢分別是 Union Square 跟漁人碼頭，並且呢還會經過倫巴底街。雖然叮叮車的車票是可以買實體的票券，但冒險豬呢是買 Mooney 加 Cable Car 的手機電子1日乘車券，可以在12個小時之內來無限的乘坐。關於舊金山的交通，冒險豬之後會再做一集攻略來跟大家介紹。對於購買乘車券有問題的朋友們呢，也可以先提問，冒險豬能力範圍內會盡量跟大家解答。叮叮車的車票費用，不論是買1日券還是一次的乘車費用，都是8塊美金，其實還蠻貴的。但是叮叮車是為了適應舊金山這種高低起伏大的地形所產生出來的交通工具，有着復古的外觀，加上使用過的歷史痕跡。一邊坐着叮叮車行走過舊金山最熱鬧的街頭，一邊感受舊金山特有的上上下下地形。即便價格有一點高，又有誰能夠抗拒叮叮車的魅力呢？來舊金山當然也至少一定要坐一次，感受一下。舊金山同時也有 Cable Car Museum， 雖然冒險豬這一次沒有去參觀，但是有遇到住在舊金山的當地人，非常推薦去這間博物館看看。如果你是纜車迷的話，就千萬不要錯過哦。坐叮叮車要等很久嗎？的確，等車的人還蠻多的。同一條線路是每20分鐘發一班車。冒險豬呢，大概是早上9點多開始排隊，大約等20分鐘左右。有的人呢也會刻意的不在起點坐車，這樣就可以掛在車子的兩邊，就跟很多影片中看到的畫面一樣。我們現在正走在 High Street 上面，看到遠遠的海景呢，就知道快要到漁人碼頭啦。不知道大家是不是跟我一樣，一到達了漁人碼頭就迫不及待的想要趕快去看曬太陽的海獅。從 Cable Car 下車的地點走到39號碼頭，大概還要走大約15分鐘左右。然後離碼頭還有一段距離，就開始聽到了海獅的叫聲。舊金山的海獅能夠看到最多的時間呢，是在冬季，因為夏天的時候，大部分的海獅會往南遷徙到海峽群島去繁殖，所以想要看到海獅最好的月份呢，就是8月到隔年的5月。
在39號碼頭看完海獅之後呢，接下來我們將在39號碼頭的附近稍微逛一下，並且來吃冒險豬期待已久的酸種麵包蛤蜊濃湯。先跟大家介紹一下今天的漁人碼頭行程。首先呢，我們在39號碼頭這裡看海獅，然後在旁邊的39號碼頭商店街吃蛤蜊濃湯與逛逛紀念品商店。再來在旁邊的35號碼頭參觀歐布萊恩號運輸艦。接下來再走路約10分鐘前往機械博物館。然後再走路約10分鐘到 Ghirardelli Square。最後呢，再坐叮叮車前往倫巴底街。39號碼頭商店街這裡總是人潮不斷，時尚的潮牌帽子專賣店，漁人碼頭的觀光遊覽船，又或者是大朋友與小朋友都喜歡的遊樂設施，冰淇淋、咖啡廳、餐廳、紀念品商店，在這邊你都可以找到。幾乎每一家紀念品店都可以看到賣 San Francisco 的大學梯，還有帽 T， 還有棒球帽。價格雖然跟台灣比不是太便宜，但是還算是合理的價位。如果想要在這邊完全的守住你的荷包，應該需要很大的決心與毅力。冒險豬在這邊也買了一頂棒球帽當紀念。再來就是歡樂的蛤蜊濃湯時間啦！現在大概是早上10點半多一點，遊客還不是太多，可以舒服悠閒的吃上一碗酸種麵包蛤蜊濃湯，真的是太幸福了。說到舊金山的麵包碗裝着蛤蜊巧達濃湯，就絕對不能夠忘記 Boudin Bakery。Boudin Bakery 呢，維持着舊金山的淘金時代以來就不曾改變過的酸種麵包口味。創辦人 Isidore Boudin 呢，是來自法國的移民，在法國的時候本來就是一名技術很好的烘焙師。移民到舊金山，在1849年創立了 Boudin Bakery 之後呢，這100多年間，許多當地的企業都漸漸地改變了做法，但唯獨他們家的酸種麵包製作方式卻不曾改變過。在漁人碼頭這邊呢，就有3間的分店，每一間店呢都人潮不斷之外，有的店面也有賣 Boudin 之家的周邊產品。產品都設計得十分好看。雖然以一名觀光客來到 Boudin Bakery 的冒險豬是衝着巧達濃湯來的，但是如果仔細觀察一下當地人，就會發現當地人都是專門來買他們家的酸麵包。可見他們家的麵包在舊金山的人氣有着屹立不搖的地位。老實說，光吃酸麵包的話，冒險豬不是吃得很習慣，但是搭配上口味稍重的蛤蜊巧達濃湯一起吃，就非常的剛好。一碗呢也十分的有飽足感。Boudin Bakery 呢也有提供三明治與漢堡的選擇，如果是跟家人朋友一起來的話，就可以點上一碗蛤蜊濃湯加上三明治，2個人一起分着吃，就可以享受不同的美食啦。喜歡他們家蛤蜊濃湯的話，就不要忘記在 Boudin 這裡呢把罐頭買回台灣當伴手禮。在舊金山國際機場的 Gate A 這裡呢也有 Boudin Bakery 的商店，營業到晚上的11點。跟大家插播一下，39號碼頭的旁邊呢就是水族館。爸爸媽媽們也可以考慮帶小朋友來這裡玩哦。Jeremiah O'Brien 他是美國為了在2戰中對抗德國的 U 艇所打造的2751艘自由艦中唯一生還的2台其中之一。他也是2戰參加諾曼底登陸在 D-Day 出動的5000多艘軍艦中還能生還的船隻其中之一。他的2500匹馬力蒸汽引擎讓他成為目前世界上難得的僅存蒸汽船之一。如果你有看過鐵達尼號，就必定有看過它的蒸汽引擎。歐布萊恩的一輩子至今充滿着許多的奇蹟，就讓我們一邊來探索這艘船的內部，一邊了解它的歷史吧。讓我們把時間拉回到1941年12月7號，在這一天，珍珠港事件發生了，也因此美國決定加入第2次世界大戰。美國主要參加了2個戰場，那就是大家所熟知的太平洋戰場與西方的歐洲戰場。
當時德軍的 U 艇針對同盟國的海上運輸船進行密集的轟炸，讓大西洋的補給線中斷。當時美國的羅斯福總統便下令在美國18個造船廠快速地打造出自由艦型號的船隻，以低成本並且可以快速的組裝與操作簡單的自由艦船隻呢，被大量的製造來支援二戰時的海上戰場。歐布萊恩號也是其中被大量製作的自由艦中的其中之一。經過65天的製作，1943年6月19號的這一天，長441尺，載重9000噸貨櫃時，仍然可以以11節速度行駛的歐布萊恩號在南波特蘭正式的誕生了。歐布萊恩號呢是一艘運輸艦，船隻分為前後的甲板，甲板的中央部分就是我們剛剛一進來看到的船員房間，還有接下來我們將會看到的餐廳、廚房與休閒空間，以及海軍專用的房間與醫務室。船隻中央的部分呢，沿着階梯往下走，就是船身的蒸汽引擎裝置。歐布萊恩號之所以現在仍然可以運作，並且供遊客參觀呢，這都要感謝美國大量的志工與出資的民間團體。事實上，歐布萊恩號在二戰之後呢，就被放置在舊金山北部的休森灣，等待着被報廢。後來在1979年呢，由 Thomas J. Patterson 呢帶領着一群志工，才將歐布萊恩號恢復成至今的樣子。因此，船上呢也可以到處看到工作人員與工程師們穿梭着。This is where some of the gunners would live because they had gunners back here. This is the hospital. Okay. If anybody got hurt. Right. And these are for the gunners' quarters that live here. See the gunners? Okay. Gunners is the person who will drive the gun. The person who would operate the guns. And they were Navy. Oh. Most of us on the people that ran the ship were merchant marine. They were civilians. Oh. The merchant marine boat. 接下來就讓我們沿着階梯往下走，來看看歐布萊恩號蒸汽引擎的部分。All the way down, and the chief engineer is down there in front of the boiler, and he can explain everything to you, okay? All right, thank you very much. This is, did you see the movie Titanic? Yeah, sure. This is the engine in the movie. They Oh. brought the cameras down here and filmed it down here. So when you see the movie Titanic, this is the engine you're looking at. It's all the way down there. Thank you very much. Thank you. 歐布萊恩號在二戰的期間，總共出航過7次，行經過英國與北愛爾蘭，又經過南美洲，甚至到達印度與澳洲，航行的長度高達29000公里，也曾經參與了諾曼底登陸這場歷史上重要的戰役，靠的就是這裡的蒸汽引擎所驅動的2500匹馬力。這艘船是使用燃油產生動力，傳送到甲板上的齒輪室，齒輪一旦開始運轉，船隻就正式開始進入了航行的狀態。剛好冒險豬來的這一天沒有什麼其他遊客，就很幸運有機會看到齒輪室。也就是因為歐布萊恩號保有現在很難得可以看到的蒸汽引擎裝置，鐵達尼號的劇組人員呢，透過特殊的方式來拍攝，讓歐布萊恩號的引擎室看起來放大很多，來成為了鐵達尼號的引擎。雖然引擎現在並沒有在運作，但是鐵達尼號的其中一幕就是在這裡拍攝的。How long will you be in town? 10 days. Okay. We're warming up the plant today. Yeah. By Saturday, we should have the engine running. Oh. And you can tell, you stand on the dock, and you can see the propeller turning. Yeah. The engine is running. Okay. And you can come down and see it running. All right. If you want to. 因為冒險豬對機械就是個外行人，雖然覺得這一切都很酷，但是有看沒懂。如果你對蒸汽引擎的運作有興趣，這裡每個月的第3個星期六都有機會看到引擎正式運轉的見學活動。讓我們回到甲板上來走走。船上的工作人員與工程師們正在研究這一艘船的下錨方式，畢竟這一艘船是82年前根據英國設計圖所製造的船，很多設計都跟現在的船有非常的不同。船上的工程師說，連他都要重新學習歐布萊恩號的下錨運作方式。Yeah. Yeah, go ahead. All right. 歐布萊恩號是一艘運輸艦，以前配有5寸與3寸的炮塔，現在船上只有看到3寸的炮台。
現在的炮口指的正是舊金山的地標之一科伊特塔的方向。歐布萊恩號最近的一個奇蹟，就是在2020年5月23號的晚上，在45號碼頭上的倉庫所燃起的大火，就在歐布萊恩號的眼前。原本停靠在15號碼頭的歐布萊恩號，在警校的努力下，奇蹟似的從這一場大火中生還了下來。沿着碼頭往機械博物館的方向前進，一路上可以看到這個高達150英尺的 SkyStar 摩天輪與美麗的海景。在機械博物館旁邊的 Pampanito 潛水艇與停放在 High Street Pier 的這個古代帆船，都曾經開放給民眾參觀。但是因為現在船只拉去維修中，服務中心的人員說，或許夏天的時候呢，會再回來這個舊金山碼頭，還蠻可惜的，這次沒有機會看到。機械博物館是全世界最大的私人古董機械博物館，超過300樣的收藏品，不需要門票費。但是讓我們先來換一些銅板，等一下可以來玩這些18、19世紀的機械玩具。這裡的機台呢，都只要1到2個 quarter 就可以玩。眼前這一台機器是馆內最有名的 Laughing Cell， 它甚至會笑到被自己的口水嗆到。這裡也有超多不同的占卜機台，還會吐出占卜的卡牌給你哦。結果我選到一台蠻鳥的機器玩。這間收藏館的創辦人叫做 Edward， 他從小呢就對古董機械有着極大的熱情。11歲開始收集古董機械玩具，參加過第2次世界大戰。戰爭結束後呢，繼續着他的收集。現在則是由他的幾位夥伴一起努力的讓這一間博物館運作。網絡上中文介紹這一間博物館的資料還蠻少的，但是冒險豬呢真的很推薦大家來這一間博物館。實在是有太多有趣的東西可以看了，而且呢，不只是可以看，甚至可以自己玩。接下來有噪音焦慮症的人可能要忍耐一下了。然後還有更詭異的機台，法國的斷頭台跟吸鴉片的人。接下來我們來看一些歡樂系列，也是冒險豬很喜歡的演奏與表演類的機器。順便在欣賞這些機台的時候呢，跟大家分享一下舊金山的治安問題。舊金山自從疫情之後，遊民的問題就更加的惡化。在來到舊金山旅遊之前呢，就有親友很好意的跟冒險豬提醒，一定要特別的小心。那舊金山到底自己來自由行遊玩是不是安全呢？有沒有特別要注意的？那直接說結論。我覺得呢，來舊金山只要遵守以下的3件事情，就是一個很安全而且超級好玩的城市。第一，請避開甜德隆區，也不要住在那一區的周邊。接近晚上6點多，也請不要接近 City Hall 的附近。第二，晚上7點後呢，就回飯店，盡量不要在外面閒晃。萬一真的不小心待到較晚，要回飯店的話呢，叫 Uber， 不要坐公車。第三，不論你在哪一個區域玩，請做好防竊跟防盜的準備。冒險豬呢，因為要一邊攝影，沒有辦法很專心的注意身上的東西，所以最重要的物品呢，都是直接藏在防盜包，塞在衣服的裡面。我認為以上的3點完全不影響我旅遊的計劃跟心情。除了本來很想參加夜間的猛鬼夜遊團沒有辦法參加之外呢，畢竟好玩的景點都不在危險的區域。舊金山的人呢都非常的友善，風景漂亮，食物好吃。
除了偶爾會吸到二手大麻這一點之外呢，冒險豬很喜歡舊金山，有機會的話一定還要再來旅遊。在機械博物館這裡，冒險豬又待了快1個小時，這裡實在是太有趣了。然後也明白了一件事情，就是不論在哪一個年代，娛樂對人們來說都是一件很重要的事情，就跟旅遊帶給我們的幸福感一樣，身心靈都需要好好的被照顧，這樣我們看到的世界才會變得更美好。再讓我們慢慢散步個10分鐘，走去 Ghirardelli Square 吧。沿路上一樣有許多紀念品店，甚至有賣許多畫家作品的畫廊。叮叮車的車站呢，就是在 Ghirardelli Square 的前面廣場。等一下，我們就是在這邊坐車去倫巴底街。來到這邊的第一件事情，當然就是先吃 Ghirardelli 的巧克力冰淇淋嘍。後來我看了很久，決定點奶昔來喝。畢竟呢，在台灣好吃的冰淇淋也很多，奶昔這一類的甜點就比較不常見到。點完之後，自己找位置坐，取號碼感應機，沒多久，奶昔就送來啦。Ghirardelli 的冰淇淋跟奶昔真的是還蠻貴的，我這一杯記得要10塊多美金，不過是真的非常的好吃，跟一般的奶昔完全是不同的等級。如果用我們台灣能夠吃到的甜筒冰淇淋來比喻的話，大概就是麥當勞的蛋捲冰淇淋跟來自北海道的冰淇淋之神 Cremia 的差異就對了。吃下去的瞬間感到好幸福，減肥就等回到台灣再說。吃完冰淇淋後，再來看看這些巧克力伴手禮，有各種尺寸、不同包裝跟口味任你選購。因為我不是要拿去辦公室發，所以最後決定買這一大塊的巧克力給沒有辦法來舊金山一起旅遊的家人當伴手禮。同時，我也買了很多美國人氣超市 Trader Joe's 的巧克力帶回去。根據家人的感想，他覺得 Trader Joe's 的巧克力要更好吃一些。Ghirardelli Square 這裡除了有 Ghirardelli 的巧克力專賣店之外，也有許多高級的餐廳、商店與啤酒釀製廠。另外還有一晚就要3萬塊錢的5星級飯店。這個原本是巧克力工廠的美麗紅磚建築呢，現在也是 San Francisco 重要的地標之一。大家來漁人碼頭的話，就絕對一定要來這邊走走。我們今天的最後一個行程就是來看有着九曲花巷之稱，並且總是擠滿了人潮的倫巴底街。叮叮車就是停在倫巴底街的路口，在沒有辦法空拍的條件之下，其實拍起來最好的角度就是要先走下去，直接站在馬路的中間，正對着倫巴底街來拍。這些走過倫巴底街的車子也大多是為了要拍攝這裡特別的風景，因此拿着相機錄影的，甚至還可以看到有人騎着摩托車跟滑板車邊攝影邊騎下去。下次冒險豬也來挑戰看看騎腳踏車下去是什麼感覺。大家有覺得在舊金山漁人碼頭的一天既充實又好玩嗎？我們還有很多集舊金山的旅遊 vlog，那我們下次見，拜拜。